在流量主导一切的时代，语言早已不只是沟通工具，而是一种具有放大效应的公共行为。东南亚发型这5个字在最初被说出口时，或许只是一个轻松语境中的随意表达，甚至带着一点自认为无伤大雅的调侃意味。然而，真正决定一件事走向的，从来不是说话者的意图，而是听众的感受。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舆论场中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句话的理解可能完全不同。3天时间，这句话经历了剪辑、转发、再解读，逐渐脱离原始语境，被赋予新的意义。短视频平台的传播机制让片段取代完整表达，让情绪标签压过理性分析。当一个原本中性的词语被反复贴上歧视、傲慢的标签，它就不再属于说话者，而成为公众情绪的载体。这正是当代舆论最典型的路径，一个看似普通的瞬间，通过算法放大，演变成集体情绪的出口。对公众人物而言，真正的风险从来不是说错话，而是低估了语言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敏感度。一句话的代价，有时远比想象中更沉重。在社交媒体时代，信息传播的核心动力早已不是事实，而是情绪。人们更愿意转发让自己产生强烈感受的内容，而不是复杂、需要思考的解释。因此，一旦某句话被贴上冒犯的标签，它就具备了天然的传播优势。所谓舆论回旋镖，本质上是一种情绪反弹机制。最初的表达可能并无恶意，但在不断被剪辑、放大、断章取义之后，它逐渐变成一种可以激发愤怒的符号。观众在观看时，并不会反复核对上下文，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与立场迅速做出判断。于是，他说了什么不再重要，我感觉被冒犯了才是关键。这种情绪驱动的传播模式，让舆论呈现出极端化趋势。一旦形成共识，反对声音就会被迅速淹没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情绪并不会自动消失，而是会不断寻找新的出口，延伸到品牌、合作方，甚至整个行业。最终，一句话不再只是个人问题，而演变成一场集体情绪的宣泄。娱乐产业的本质是一套高度理性的商业系统。在这个系统中，情绪可以制造流量，但风险必须被控制。当舆论开始失控，品牌方的反应往往迅速而果断，撤广告、暂停合作、降低曝光。这些动作看似冷酷，却是商业逻辑下最安全的选择。品牌并不关心事件的真相，他们关心的是公众是否已经产生负面联想。一旦消费者开始将某个代言人与争议、不尊重等关键词绑定，品牌形象就会受到连带影响。与其花时间解释，不如直接切割，这是多数企业的共识。更深层的原因在于，品牌本身承担着巨大的市场压力。任何一个负面事件都可能影响销售转化率、渠道信心，甚至股东预期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个人情感与道义判断都变得无关紧要。商业世界没有原谅，只有风险评估。当一个代言人从加分项变成不确定因素，被替换几乎是必然结果。一个艺人的商业价值本质上建立在稳定的公众认知之上。当这种认知被打破，他的身份就会迅速发生转变，从优质资产变成潜在风险。这种转变往往不是渐进的，而是断裂式的。过去的成功来自于持续输出正面形象、专业、努力、亲和力强。但一旦出现争议，这些标签就会被重新审视，甚至被反向解读。公众开始怀疑他过去的表现是否也是包装。这种信任的动摇比任何负面新闻都更具破坏力。与此同时，资本会迅速调整策略，从单人压注转向多元分散，本质上是降低风险。组合代替个人，群像覆盖单点，这些变化背后是对不确定性的警惕。在资本眼中，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。一个人的崩塌不会让系统停止运转，只会让资源重新分配。在粉丝文化中，最直接的变化往往不是骂声，而是沉默。当一个曾经活跃的粉丝群体开始减少互动，停止更新，甚至悄然退出，这意味着情绪连接正在断裂。粉丝与偶像之间本质上是一种情绪契约，粉丝投入时间、金钱与情感，
换取的是认同感与归属感。一旦偶像的行为与粉丝的价值观发生冲突，这种契约就会被打破。而比激烈争吵更可怕的是，当粉丝选择不再表达，因为那意味着他们已经不再期待改变。这种沉默具有连锁效应，当核心粉丝离开，外围观众也会迅速降温，数据下滑，互动减少，话题热度下降。这些看似自然的变化，其实是信任流失的直接体现。对艺人来说，粉丝的离开不是一瞬间，而是一个逐渐冷却的过程，而这个过程一旦开始，就很难逆转。互联网时代最大的特点之一，就是没有真正的过去。任何曾经发布过的内容，都可能在某个时刻被重新挖掘，并赋予新的意义。当一个人处于风口浪尖，过去的一切都会被重新审视。曾经无关紧要的发言，早年的失误，甚至一个小细节，都可能被拼接成新的叙事链条。这种再叙事过程，让个人形象变得更加复杂，也更加脆弱。更重要的是，互联网的记忆具有选择性，它不会完整呈现一个人的成长轨迹，而是更倾向于放大冲突与矛盾。于是，过去的错误不会随着时间淡化，反而可能在关键时刻被无限放大。对公众人物来说，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要面对当下的舆论，还要承担过去的累积风险。在竞争激烈的娱乐行业，没有人会错过任何一个窗口期。当一个人陷入争议，其他人往往会迅速填补空缺。这并不一定是恶意，而是一种行业惯性。团队会调整策略，强化优势标签，比如高情商、国际化、视野、文化理解力等。这些标签在平时或许只是加分项，但在对比环境中就会变成核心竞争力。观众的注意力是有限的，当一个人失去吸引力，另一个人自然会上位。这种替代过程往往非常迅速，资源重新分配，曝光重新调整，话题重新聚焦，一切都在悄然发生。等到当事人想要回头时，位置可能早已被占据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危机不仅是风险，更是他人的机会。在舆论危机中，翻身从来不是一句简单的道歉就能完成的，它需要时间，也需要持续的行动。首先，时间可以让情绪逐渐降温，让公众从激烈反应回归理性判断。但时间本身并不会自动修复信任，真正关键的是态度与后续行为。一份真诚且清晰的回应，可以为修复关系提供起点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之后的每一次公开表达，每一个行动都必须保持一致性。公众会持续观察这个人是否真正意识到问题，并做出改变。此外，文化敏感度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能力。在全球化语境下，任何表达都可能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解读。因此，谨慎与尊重不再是选择，而是基本要求。最终，能否翻身，不仅取决于外界是否给予机会，更取决于个人是否具备重新建立信任的能力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没有捷径，只有长期的积累与自我修正。感谢大家耐心看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解析，真实还原热点事件背后逻辑的内容，欢迎点赞、关注频道并开启通知。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你认为这样的舆论风波还能翻盘吗？如果是你，你会如何应对这样的危机？一起聊聊你的观点，我们下期见。